欢迎又来到我们 JS 说频道，第53章，军心难测。洛影呆立在原地，满头的黑线。娘娘，这是送出去的礼物，哪里还有退回去的道理？洛影一边说着，眼里一边散发出哀求的眼神看着凤浅。她很喜欢这双靴子鞋，真不舍得退回去。凤浅气呼呼地瞪着洛影，直到对上轩辕彻瞥过来的似笑非笑的眼神，她才不甘心地熄了火。哎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！自己挖的坑，哭着也要跳下去。拿回了找的零钱，带着一大堆的货物，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返回马车。中途，凤浅拉着洛影，小声地打听：奇怪，我是王后，才这么点银子，那宫里的美人们岂不是俸银更少？那他们身上带的金银饰都是打哪来的？洛影诧异地瞟他一眼，好像他问了一个很白痴的问题。当然是王上赏赐的呀。凤浅不解道。那为什么我没有？洛影嘴角抽了抽，很不忍心地说道：娘娘真的不知道。凤浅道：废话，我知道还需要问你吗？洛影咳嗽了声，小心翼翼道：那是因为娘娘在王上面前一直不怎么讨喜。凤浅瞬间满头的黑线。的确，王后在王上面前一直不讨人喜欢，会赏赐她才怪。虽然有些受打击，她还是虚心求教。那些美人是怎么拿到赏赐的？洛影想了想，说道：丽美人舞技一流，每次宫宴的时候，她都表现出众，所以拿到的赏赐最多。因美人歌喉不错，拿到的赏赐也不少。还有容美人，她会讲段子，经常逗得太后哈哈大笑，所以时不时也有赏赐。还有，听她巴拉巴拉说了一堆，凤浅总结出一个道理：想要逗王上开心，想要拿到赏赐，就要多才多艺，这分明就是卖艺又卖身嘛。古代后宫的美人们也太苦逼了，住的是雕梁画栋、金碧辉煌的王宫，干的却是青楼女子的活，实在是太没有尊严了。娘娘，您要是想拿到赏赐，最好顺着王上一点，不要再和王上斗气了。洛影好心劝说。凤浅却不屑地撇了撇眉：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本宫怎么可能为了区区银子折腰事权贵呢？洛影抱拳：娘娘果然有骨气，属下佩服。只是未来2年，娘娘的日子怕是要紧着过了。想到此，凤浅也感觉前途一片灰暗，忽然神色一转，咳嗽2声道：当然了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卧薪尝胆也是一种美德。那依你看，本宫要怎么做，才能最快拿到赏赐呢？洛影黑线直掉：娘娘，您的节操掉了。二人的对话无疑错漏地落入前面轩辕彻的耳中，他优雅冷峻的嘴角微微泛起一抹弧度，倾倒众生。凤浅上了马车，还没等轩辕彻坐下，立刻冲上前去拦住他：等一下，希望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，点一个赞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哟。轩辕彻一愣，皱眉看着他，就见他从怀里掏出了一块帕子，用力将座位擦了2遍，笑眯眯地看着他道：好了，擦干净了，王上您可以坐了。轩辕彻阴恻恻地瞪了他一眼，这就是他讨赏的招吗？凤浅暗暗鄙视自己的狗腿，但为了银子，他决定再接再厉，就当是讨好老板了。王上，你热不热呀？王上，你冷不冷啊？王上，你渴不渴呀？王上，你饿不饿呀？王上，我给你唱个小曲吧。吹呀吹呀，我只叫不害怕，吹呀吹不回我纯净花园，任风吹任它落，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。于是马车内不断传出魔音穿耳的歌声，洛影也被折磨得受不了了，直到马车内传出一声极具暴力的低吼，世界才终于归于平静。滚！马车内，凤浅委屈的抱膝缩在一角，时不时的摇头叹息。都说伴君如伴虎，说的一点也不错。他都这么努力了，还是一点效果也没有，反而遭到嫌弃，真是越努力越心酸啊。轩辕彻坐在马车正中央，闭目养神，听到他的叹息声，皱了皱眉头，冷声道：安静点。凤浅闷闷地瞪了他一眼，不给赏赐就算了，还不给好脸色看，就没见过他这么抠门的老板。忽然他睁开了眼，悠悠朝他望来，凤浅连忙眨眼掩饰。轩辕彻盯了他一会儿，低沉的嗓音道：如果你这次立下大功，回宫后姑会赏赐你的。凤浅闻言立刻有了精神：赏赐多少？有1000两吗？轩辕彻的脸立马又沉了下来，嘴角不着痕迹地抽了下，重新闭上眼睛，又一言不发了。凤浅还在等着他的回答，等了半天没反应了。他气恼地撇了撇嘴，
他说错什么了？怎么又生气了？哎，男人心，海底针啊！经过1天的路程，终于来到黑雾森林。之所以称之为黑雾森林，是因为它常年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气中，每日只有午时前后2个时辰，雾气才会散去，其余的时间森林里都雾蒙蒙的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倘若你选择在午时以外的时间进去，很可能就会迷失在森林里，而那些妖兽也常常会选择在这个时间出没，寻找他们的猎物。凤浅一行人抵达黑雾森林的时候，恰好是在4时，雾气刚刚散去，离雾气重聚还有2个时辰。他们决定抓紧时间，立刻弃了马车，徒步进入黑雾森林。趁轩辕彻等人不注意，凤浅将一些必备的调味料偷偷放入了收纳格，全部归入调味料一栏。这是一片荒芜的森林，参天的巨木，灰蒙蒙的天空，偶尔有鸟兽鸣啼的声音，却显得更加阴森恐怖。凤浅穿上了穆青萧送的披风，紧紧跟随在轩辕彻的身后。从进入黑雾森林开始，轩辕彻整个人就变得警惕起来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细细观察四周留下的痕迹。看得出来，他对野外探险很有经验，跟着他可以绕过很多不必要的危险。大概走了有1炷香的时间，前方突然传来一阵打斗声，夹杂着妖兽的嚎叫。轩辕彻加快了步伐，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。